有请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媒体评论人于博宏于老师，欢迎于老师。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徐伟老师，欢迎。当然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涂烈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第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俩是大学同学，现在相处2年了。原来我俩感情很好，他对我也特别温柔，百依百顺的。但是自从要毕业开始实习了，我就感觉他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吵架也越来越频繁了。我也不知道我俩还能相处多久。现在我对未来特别迷茫。自从实习以后，我感觉他接触的事情好像多了。性格也变得古怪了，动不动就冲我发火，无论什么事值不值得都生气。我希望他的脾气能改一改。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张先生来自黑龙江，21岁职员，有请张先生，有请。女嘉宾涵涵来自黑龙江，22岁，自由职业，有请涵涵，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谁能回答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我们俩的爱情吗？你们俩的爱情，你们俩的爱情怎么了，小伙子？我们俩的爱情出现了一些矛盾。出现了什么矛盾？因为我们2个人就是比较喜欢出去游玩嘛。有一次在游乐园，我们就是因为是夜场嘛，已经约定好了，就是去玩下一个项目。因为下一个项目很有可能就是会关闭，他就开始拍照，一直在拍照。女生拍照也很正常嘛，然后呢，他让我帮助他去拍，但是拍他却觉得不满意，在那一个地方拍了40多张照片之后，等那个项目都已经关闭了，我还没有拍完。我觉得应该花钱咱去玩的一件事情，却浪费在这个拍照上，这就吵架吗？主要是什么？我态度表现的有些不耐，然后他就不耐是什么意思？就是有点不耐烦。哦，不耐烦，你看，对，你别用简语啊，啊，有些不耐烦啊。然后呢，他就觉得我对他不认真，然后呢，拍照的事情也不认真。我觉得吧，女生爱拍点照吧，有什么毛病吗？我就多拍了点吧。你说我俩才处对象多长时间呀？我就爱拍。多长时间呀？也就当时处了也就2个月吧，那时候。2个月。也就算那个就是刚就是腻乎在一起嘛，然后他就觉得我拍照了，就是时间长了，他就给我有点就是不耐烦了。我觉得我生气是因为他的态度问题，并不是说他给我拍照怎么样了。我就因为这事儿生气了。他态度怎么不好啊？就跟我说能照没照完呀？完没完事儿啊？还照啊？就是他的表情和微表情和微动作，我就感觉他挺不耐烦的。还看微表情了哈？还有别的事儿吗？他对我逛街很是不满，陪他逛街的时候就是嫌我老坐着。那时候我俩上大学。大学处对象就是没事礼拜六、礼拜天就出去逛逛街、逛逛商场什么的。刚出去走没10多分钟，他看着我凳子就坐那了。我让他去帮我挑衣服去了，又不是让他在那歇着去了。我俩经常一逛商场就逛很长时间啊。有的时候他在试衣服的时候吧，我会觉得累，我在那儿坐会儿，然后等他试完衣服之后出来，然后呢我再去看。我理解是不是这等于他到换衣间里面、更衣室里面去换衣服的时候，你坐着？对，是还是不是？不是，他就我一进去那个商场，他就看着，比如说这有座吧，他就往这一坐就完事儿了。然后我在那举例，我说这个好看吗？我还得询问他。那你说我找男朋友出来不应该陪女生逛逛街什么的吗？帮他挑选一下衣服吗？他就往这一坐看手机，也不知道那手机有什么可看的。说的对，啊，吃了手机的醋啊。你女朋友是不是对你要求比较严格呀？选择去做。你女朋友脾气好吗？他脾气不是特别好。你怎么能说他不是特别好呢？他就是特别急，因为我们2个人的性格都比较固执固执，就是他认定的事情，然后呢，就是我要去改变他，对，需要很长时间或者是就是我跟他说很多，让他理解了，他可能才会去改啊。比如说呢？比如说，就是我俩就是原来去买一个东西，买一条裤子。有这裤子还引起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令我特别生气，俺俩头一回吵架，吵得那么严重。那是我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头一次给我买一条裤子，那时候刚处对象嘛，
那个他送我一条礼物，我挺开心的。然后看的那条裤子是180块钱，上学嘛，我觉得就是省一点钱嘛。我在那个可以收同款嘛，我就找到了一个150块钱的裤子。哦，对，因为我觉得便宜30块钱嘛。会过。对，就因为这个事情就说不通了，他就硬是觉得那180块钱的裤子，它的那个质量要比150块钱的那个好啊。对，然后呢，就因为这个事情，慢慢的就是吵了起来了。我觉得吧，我俩刚处对象嘛，你说首先我就说送他一条裤子吧，他正好那阵说要想买裤子，说送你一条吧，那就差30块钱了，没有必要那么麻烦呀，又收同款又什么，我说那就给你买了吧，他就觉得我脾气说，他说我挺犟，他也挺犟。那最后我也是听他的了，我给他买150块钱那条了吧？我是不是也听你的了？我也没说怎么的。我说那个咱就省那30块钱吧。完了他就一直在跟我犟嘛，犟到后来就生气了，说我们俩人价值观不合，因为30块钱一条裤子。我觉得犯不上的一条事儿啊。可能我感觉刚处对象吧，也不是很了解嘛，我就说哎呀，那有至于吗？我觉得没有必要的事情，他非得去纠结这件事情。我就没特别纠结，但是后来因为吵起来了嘛，完了他把我电话挂了啊。就是两个人正在打电话的时候挂电话，挺不礼貌一件事。我也跟你说过了，我也跟他说了，我说行了，没什么话说了吧，我就挂了。他当时也说然后就挂了吧。我没说，那我也告诉你了，我说我要挂电话了。然后他就挂了啊，都没等我回应，他就给挂了。这俩的恋爱是罗生门呢。我就挺生气的，然后呢，我就是给他打电话嘛，不接了，然后呢发微信给我拉黑了，然后我 QQ 跟他说的话，回我那我没回答你啊，我是不是告诉你了？行，完事儿了。等到了晚上，我寻思就是给他打个电话吧，完了还是不回我。我问问他室友，我说他在干什么，然后他居然在给一个男的打电话。那男的就是我俩就是特别好的朋友嘛。然后我当时吧也没什么倾诉的，我就跟这个男性朋友说，就我俩特别好。不是你倾诉什么呀，姑娘？我就觉得男生比较了解男生，我说为什么要差30块钱就不买这条裤子呢？我觉得没有必要的事情嘛。他就知道了，我现在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揪着这件事不放，他就觉得我，给这个男生打电话了，没给他打电话。你说正常两个人就是吵架了，不应该是相互沟通吗？然后他不跟我沟通，他去跟一个男的打电话。后来我从他室友那知道，那个男的劝他和我别处了。不是，这你怎么知道的呀？就我室友告诉他的，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他回来就和我吵架了。你就说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吧？是真的，但是我又不是我也没听从他的意见，我只是说为什么不买这条裤子。我俩纠结的就是点不一样。一个男性朋友劝我别和他处了，你说这个事情放在谁身上谁不生气啊？然后呢？第二天的时候我脸一直冷着，然后呢他就过来说。冲我笑一下子，我都不明白那个笑是因为什么。不是，然后他们那个点真不一样，然后是点不一样。然后到后来我们俩就因为这个事儿嘛，我就一直没理他。完了他就问我怎么了，然后到后来我俩说出来这个事儿了啊，他就一直揪着问我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的啊？我就在想，我当时就生气了啊！你跟我说你怎么知道的？这知道很重要吗？这俩人是这么个思维。女生的潜台词是，为了30块钱你至于吗？男生的潜台词是，你怎么不跟我说，跟你的男闺蜜说？女生的潜台词是，你怎么知道我跟他说了？男生的潜台词是我生气呢，没一件事能合茬的。后来这裤子买了吗？买了，我也听他的了。买了，我说买了，到底买那条就是便宜的了。我说那你就买吧，那我犟不过他呀。我觉得两个人找对象嘛，应该是互补一点的。但是我脾气就比较犟，比较固执一点。他也是，然后我俩当时就在气头上呢，他就揪着我跟我男闺蜜打电话这件事情，他就不放了。你换个角度想想，咱俩吵架的时候，我跟一个女的打电话，她劝咱俩黄了吧？你怎么想？你会不会生气？这是恋爱多久之后的事儿啊？这个是大概4、5个月左右。啊，那你们俩现在谈了多久了？2年。现在2年了。那现在是啥事儿呢？这不是过去的事儿了吗？我们俩人吵架吧，就是跟他吵架，他总是不吱声。然后呢，我一吵完之后又觉得我不哄他，我在哄他的时候他不搭理我。然后呢，等我想让他缓一会儿的时候，他又说一些令我生气的话，说两个人处对象也就那么回事儿吧。也就那么地，不哄就不哄了。那女生本来就是嘛，女生生气的时候就有负能量呀。你说，那我想一想，你怎么了？哄你的时候，你连句话都不说。我没回你，行啊，我是不是回你了？我也尊重你了。我说行，那我先冷静冷静，我不怕我俩越吵越犟吗？两个人。我俩去买衣服嘛，
然后呢，我就是当时我健身嘛，我想试试自己身材能不能撑起那个衬衫，我寻思穿一下看怎么样。店员刚递给我，我刚往身上一套，他说：“哎呀妈，赶紧脱下来吧，太磕碜了，你可别穿上了，太磕碜了。”啊，那个声音特别大，特别的丢脸的感觉。这有什么丢脸的呢？这个对于你们来说可能啥，就是我这个人可能是比较那啥，就是他在我旁边就让我觉得特别那啥。他觉得没有面子，不是你把那啥都跟我们说清楚了，到底那啥是啥？可以说就是尴尬，特别没面子那种感觉。尴尬。你为啥那啥那么说话呢？那啥？我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吧穿那件衬衫，我觉得他不合适啊，他有点显着他本身吧就是可能显黑一点，不显肤色亮。然后我就当时也就是店员我们3个人在场嘛，我觉得我这个说话就比较直，有什么说什么，我也没思考说，哎呀不行不好看你就先别买了，我就这么说的，就可能说话比较直一点吧，伤害了他的心。然后吧然后他就那什么，伤害了他的心碎了。后来他跟我说过这问题，我觉得吧，就是现在也是，我也觉得可能这个问题我说的不对，当时没给男生面子啊，我没让他就是有很足的面子在外面，我也跟他说了这事我不对，但以后也没发生过这些事情吧。就这种没面子事啊，还有，就是我和我有2个同学来找我啊，然后呢一起出来玩嘛，和他完了在吃完饭去 KTV 唱歌。KTV 唱完歌就说去哪儿玩嘛，下一步，因为那时候天比较冷嘛，在外面，完了我搂了他，我就跟我也感觉天挺冷了啊。我问我那2个朋友，毕竟他俩来找我来嘛，我得问问他们2个想要去哪儿。我说你俩想要去哪儿？你俩想想。完了他就在旁边不耐烦了，最起码得说了4、5句，说你俩快点吧，能不能快一点？第一次见面就那么说人家，当时我也有些不耐，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等会儿呗。你就别着急了，行不行？因为东北人嘛，性子比较急。我说你等会儿呗，完了就生气了，扭头就走了。那我觉得吧，你说男生做事犹豫，你不会提前想好你自己要去干什么吗？我就说你一开始表现的态度就是不耐烦态度。那你们做事磨磨唧唧的，你能不能快点啊？是他俩做事，我问他俩要去哪儿。你别把事情推到你朋友身上。我当时要马上就能决定，之后我直接就打车走了。出来了，你说你要下一步干什么？要再去哪个地方？提前想好再出来呀。你在外面不冷吗？他俩不是没想好吗？4个人在大道上站着，我就问他俩。那你们仨到底磨不磨叽啊？磨叽，我都感觉挺磨叽，但是吧，他在旁边，他感觉都挺磨叽了。他在旁边催，你知道吧？就是催的就。给人家俩当时人俩正商量呢，催的人俩不吱声了。那你们俩今天到底为什么来呢？咱不磨叽了行不行？为啥来呀？我俩为啥来？就是想把这些事情，就是我俩平时要是唠的话，唠不开这些事情，因为唠就急眼了。对，所以今天是2个人共同说来我们这个舞台，想听听老师们的意见，要改变这个现状，是这意思吗？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总吵架，慢慢的磨的有一些平淡了。然后呢，他就想上节目来之后，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快要那什么了，然后呢，我想上台，快要分开了然后我就是想来解决一下这方面问题。你不想分吧？对呀。那你觉得平淡了吗？我觉得，怎么说呢？反正耐心也快磨没了。你也差不多快绷不住了。因为你总去哄他，完了他还不理你，然后再说那些气你的话，这个形成一个流程之后，慢慢就你们俩现在吵架都成流程了啊？行吧，咱们看到了一对这个年轻的这个小朋友谈恋爱啊，争吵，打闹，然后他们发现说我们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是不是你敏感的察觉到他的恋爱态度发生变化了？对。你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风向标，你们的爱情出问题了？你们2个人确实都很固执，但要明白，认识理有时候就是不讲理。还有一个爱情准则，男女双方如果真正深深的爱上对方，那么在很多事情、很多地方，你都会不知不觉、不由自主的为他做出改变。所以你们2个人要评估一下双方在自己心中的这一种分量和这一种爱的厚度。所以你们现在需要的是冷静的思考和扪心自问，对方还是不是你原来这么爱的对方？你自己愿不愿意为对方去做出改变，然后给自己一个答案。谢谢。好，谢谢包红兄。
来，莎娜老师。即使是恋爱的小情侣，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也是一个小的社会团体的缩影。两个人无非就是一件事情，在争夺恋爱当中主动权利的那个位置。我都想要拿到这个主动权，我想要在这段感情当中是说话算数做主的那个人。你们两个人目前就处在这个位置。我们接下来说说好好吵架这个问题。情侣吵架是一定要有的，包括夫妻吵架要好好吵。好好吵是什么？首先，我们要解决问题。我们吵架不是为了发泄情绪，我们吵这个架是因为什么事情，就事论事，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不是发泄情绪，说一些情绪当中的话，那样说出来的话只会伤害你爱的人。还有一个非常要切记的一点是，一定不要冷战。就是真的很害怕两个人在吵架过程当中，一个人一直在说，一个人一直在沉默，就是冷暴力，我不理你了。这样其实是不利于感情长远考虑的。如果你要真的想要珍惜你的感情，真的觉得你们两个人应该继续再往前走的话，这个方法万万不能。再者，我给二位提个醒，在一段爱情当中，其实是需要相互给台阶下的。女生是需要相互给台阶下的，没有谁要一味的迁就谁，我们互相看对方的眼色，彼此给对方台阶，这个样子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才能长远，好吗？好吧，谢谢，祝你们幸福。好，谢谢莎娜老师。来，曲总，你们俩这么三天两头的吵架，你们觉得累不累？累。其实最累的不是吵架这件事儿，最累的是说吵完之后也没弄明白问题出在哪儿。情侣之间，或者说合适的情侣之间在一起是舒服的，即使是吵架，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沟通的方式，能够解决问题，之后会过得更好。但你们不是，你们有两项最基本的原则，情侣之间原则你们都没有做到。第一，要学会领对方的情。女生，男生拍了40多遍照片，即使他技术不好，你要领他这份情，你明白吗？男生同样也不领女孩的情啊。180和150，你到底是在乎你的女朋友给你这份情，还是说在乎你能便宜30块钱？你该在乎的没有在乎，不懂领对方的情，这是最大的问题。第二一个，不听对方的话。你们真的是吵架了吗？你们没有吵架，你们做的是什么呀？单向的。吵架是互相的呀，你一言我一语，这么把事儿聊清楚了，把自己到底为你做出的事情受到的困惑告诉对方清楚了，这叫吵架。而你们呢，这是男生最苦恼的事情。你们的这个程序是，他先说，你听着，你其实没在听，你在想自己到底他哪儿恨你。好，他说完之后，你再发动你的攻击。他傻了，哎，我这不就都认错，你怎么还在攻击我呢？如此这样就成为一个死循环，你们根本就没有进行相互的沟通，这是最累的。貌似你们之间并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但实则这种小的沟通上的问题出现了障碍，没有共同语言，不懂得付出与尊重，那这样你们是长不了的，明白吗？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多看看对方到底身上有没有自己喜欢、愿意去为他付出、聆听、付出理解的这份动力。如果没有，最好分手。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胡老师。现在有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和爱情的相处，都达到一种同样的状况，就是想分也分不了，想过呢也过不好。冷暴力是家常便饭，从最开始的无话不谈，到现在的相对无言。那为什么会到今天这种状况？生活是需要幽默的，就像你们在说话的时候，他们都在笑，于是你们也吵得好像挺有意思。但如果在生活当中每次都是吵吵笑笑，都悠他一默，到最后这架就白吵。综合那两位老师的意见，其实最基本的交流方式就是认真的表达，真诚的聆听。但事实上很多人做不到，
表达的那个人相对不客观，总是富有情绪。那么这样的话，听多了，别人也会不愿意往下听的，因为你在指桑骂槐呀，因为你在逃避责任。如果所有的人在表达自己的不满的同时，先检讨自己的错误，把这事儿说清楚。我说的就是180的这个事儿，我说的不是性子直不直的事儿，我也说的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将来咱们要在一起过日子，那么这种所谓的消费观是我们迟早要磨合的。我说的就是180跟150之间的事儿，你别跟我扯别的地方去。就是你表达这件事情，你就表达这件事情，就不要沾染别的情绪，东拉西扯。而聆听的那个人，一个人一心不能二用，说的时候就听不了，听的时候也不要执着于自己的表达。耳朵和嘴巴不能并用，只能用一个。如果你能够憋着自己的性子，克制自己的情绪，好好的去听，憋着火听，沉默也是一种办法，至少你听进去了。一边耳朵进，一边耳朵出，另外一个呢有口无心，那你表达的不是认真的，聆听的也没记到心里去，而且彼此吵架也不是认真的。那么如此一来的话，反反复复恶性循环，人可不就疲了吗？所以说，如果不想到最后彼此之间相对无言，那就请认真的表达，认真的聆听。人家有很多人说，做节目我们是认真的，工作我们是认真的，吵架也应该是认真的，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我自己理解啊，生活当中大是大非要自我。我有我的价值观，我有我的底线。我指的是恋人之间，这种大是大非的时候一定要自我。生活琐事一定要忘我，随他去嘛。其实有的时候中国这个悉尼哲学，在我看来，在生活里面特别好，因为没有标准价。好的说您是节俭，往不好里说您是不领情，对吧？裤子的事儿，对不对？往好的说你是想有生活情趣，让男朋友陪你一起买东西，对吧？往不好里的说是这个女人太刁蛮，哪个正确哪个错误？站你们俩的角度谁都不对，因为这个时候就没有忘我。就他们在这代20郎当岁出来的，正好独生子女，因为他的生活里面都是以我为中心的，他很少会顾及别的。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爱情当中难得糊涂，在我看来挺好的。所以你们俩自己看着办吧。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往下走，你们就往下走；如果做不到往下走，就感谢对方，啊，说一声珍重。你找那个愿意穿180裤子的人，你就去找那个你一点火他也点火，两个人吵得火星撞地球的那个人也可以，好吗？我吧，其实我对他根本生不起来气。每次我一生气的时候，他只要冲我一笑，气都消了。每次我决定认真生气的时候，都生不起来气。上节目也是这个原因。我想让咱俩稍微有一点担心，因为女生说事儿都发生了，那意思上我已经有创伤了。女生会出来吗？请开门。
干啥？准备再吵完再在一起是吧？往一起走啊！啊，对，相拥一下。男生说了，你最喜欢两个老人相拥在一起的样子。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啊。谢谢，谢谢，从那儿下，祝你们幸福吧。好好谈，好好吵，按老师们说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和他是在考驾照的时候认识的，特别能谈得来。到现在呢，已经交往快2年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对我不够包容。我承认我有的时候要求提的有点多，但是我希望他能够理解我。我觉得我对他已经够耐心的了，可他总是各种不满意，我就感觉我怎么做都达不到他的要求。我就希望他能够对我少提点要求，能够看到我的努力和坚持。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孙来自山东，24岁职员，有请小孙，有请。女嘉宾小王来自山东，23岁职员，有请小王，有请。欢迎两位啊！谈恋爱多久啊？2年，快2年了。快2年哦。今天谁想来诉苦啊？他想跟我分手，然后我想挽留他。为啥要分手啊？从认识到现在，我觉得他对我的感觉越来越淡了。在一起2年就这个样子，如果时间越来越长的话，等到以后结婚，真的可能要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了。怎么会觉得一个男人对你越来越淡呢？比如说，我觉得他现在是越来越懒，然后现在越来越没有耐心了。我承认我们2个人可能都是有一点懒。那比如说，有时候中午回家做饭，做完饭之后，可能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就要面临刷碗的一个任务。但是有时候他就会跟我说啊，我今天好累啊，我不想刷碗，能不能攒2天，然后今天你先刷，后2天的时候我再攒一起刷。我觉得更可气的是有一次我特别不舒服，然后我就说，那你这次先刷了吧，本来就是他刷碗这次，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刷吧这次。我说我真的是不舒服，我说你就刷了吧，然后他就真的是很生气，然后碗一摔就放那儿去了。最后的结局就是谁也没有刷碗，然后我就摔门而走。那次真的是特殊情况。然后前一天晚上吧，我跟几个朋友还有生意伙伴，然后一起吃饭。第2天早上起来之后，真的是特别不好受。然后到了中午，一上午都没缓过劲儿来。我觉得你先刷一次，或者明天我把这一次给补上。但是你不知道我不舒服吗？但是那次确实也是特殊情况，我真的也是不舒服。还有就是，你不能只看到我的一些瑕疵跟缺点。我们2个在一起之前，我连厨房都没有进过。然后为了你，我从网上查着菜谱，去学着做饭。碗也是我之前都是根本都没有碰过。就是我们在一起之后，然后我们才开始，你让我刷碗，好，我学。以前我的手也是，就是从来都不碰油的东西。但是我也是现在也是刷碗、刷锅，也是各种在做。那次少爷，我拦您一句啊，您这不会做饭很光荣吗？从来都没有沾过油，我看看您那细嫩的小皮肤来。哎呀，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是我一般都是中午的时候，我们2个人差不多是一起下班嘛，然后回来一起做饭。做完饭之后，你就一起吃嘛，对吧？2个人坐一起说一下今中午发生的事情，我感觉挺好的。然后他回去之后，比如说今天我做饭，他就开始一个劲儿在那玩手机，然后要不就是玩电脑，就抽出就那么一点点的时间都要去和朋友一起去玩游戏。那吃饭了3遍2遍根本就叫不动，
就是他整个人就是完全投身于他的游戏和他的朋友当中。而且其实我单位也有工作餐的，我也可以完全在单位里面吃饭，对吧？我为了你大辛苦的跑过来，做完饭了，我一个人在那晾着吃饭，你觉得合适吗？对，这个事我知道，确实是我做的不对，但是有时候确实就是男生嘛，跟朋友们一起打游戏，那局游戏确实就是没有打完。我也可能你们女生就是不明白，就是网游它没有暂停，但我也不是每天都打游戏啊，是不是？就是偶尔有这种情况。然后我也跟你保证过了，我说以后你说让我一下不玩了，那也不太好办，我朋友这边也不太好说。就是我慢慢的，我一步一步的，我也正在就是减少玩游戏的次数嘛。好的是在家的时候，就是能看到他的人，就是不好的时候是他出去跟朋友一起玩，因为他的职业是稍微自由一点，可能下午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事儿了，然后就去跟朋友一起玩游戏了。那玩吧，最起码你跟我说一下，或者是说我找你的时候真的有事儿，你跟我回一句。他可能坐下之后1个小时，你1点给他发的消息，可能4、5点的时候才会给你回一句。消息回复是随缘的状态，就看到就给你回，看不到那算了，那可能就你就当没有发过消息吧。我觉得你很不尊重我。我也不是每次都不给你回啊，就是有时候我确实就是真的没有看见，或者以前我也给你回过，但是我回了之后就是这种情况，你给我问一句你在干嘛，我跟你说我在干嘛，然后你就会就是紧跟着就会有一大堆的问题问过来，然后我可能现在手上做的事都没法做了。有时候我在外面也不单纯是玩游戏，有可能是我是真的是有工作要忙，有客户需要吃饭，怎么回事的。你说我在跟客户吃饭的时候，然后你跟我发微信给我打电话，我把客户放那不管，我去回你的微信吗？那我做这一切我赚钱我是为了什么呀？我不就是为了咱们两个好好的吗？你说我把工作给撂了，然后去回你的微信，去照顾你的情绪，我每次都是吃完饭之后，我不也是就是赶紧给你解释这个情况吗？上一次是因为他说他要和他的朋友去吃饭，我说那好啊，那你去吃吧。然后9点半快10点的时候，按道理说应该快吃完了，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我说那边怎么样，吃完了没有？然后1个小时过去了，我就觉得可能是他在吃饭，他在忙，然后就没有给我回复消息。然后我就说那行，那等一会儿吧。等到了11点多，再给他打语音电话，还是打不通。然后就有点着急了，11点了嘛，最起码你得回家了，得回去睡觉，因为明天还有工作嘛。然后给他打电话，这个时候手机就是一个关机的状态了，就怎么打电话也找不见这个人。然后那一晚上我真的是没有睡好，因为我不知道你到底安不安全。那次确实是我不对，那次是在吃饭的时候，然后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嘛，然后就把手机都给放桌子上了，然后就说把手机调静音，谁动手机，然后就是谁请客，然后就跟开玩笑一样，一个小游戏。然后可能后来之后，慢慢的就喝的有点多，然后到后来我们几个人，然后就一起去网吧去打游戏了。结果到了第2天起来之后，就是我清醒之后，我立马就给你开机，给你打电话，给你解释。真的那天真确实是喝多了，意识可能都不受控制。你像之前谈恋爱的时候，你出去跟朋友喝酒都会发微信啊、发视频。其实那个时候，因为还是有点讨厌的，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烦呀，给我发这么多消息。可是后来慢慢的就习惯了，突然有一天他不给你发了呢，你就会觉得心里空空的。我是属于那种生活要有点仪式感的人，因为他觉得就是比如说纪念日啊，或者是说情人节的时候，这种东西不需要去过，因为2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一些事儿做了，或者是说甜蜜的话说了，其实每天都是在过这个节日。其实这个道理我也懂，我说那好，那咱就不过，对吧？但是我觉得最起码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跟我说一句晚安，或者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跟我说一句早安，因为我觉得就这简单的几个字，可能就会让我这一晚上就睡觉的时候会很幸福，早上起来的时候也会感觉这一天动力满满。然后就这件事情，他就老是记不住，我就这一个要求，就这一个生活的仪式感，他都满足不了我。哎呀，兄弟，你还是过这2个节去吧啊！那1年2回，这天天得2回啊！你过节去吧。哎呦，就是有时就说到这个早安晚安这个问题，你烦不烦这事儿？别说了，你直接说，对，你就告诉他，
为什么情侣之间不能真实的交流呢？又做检查，哎呀，就这个事儿，我觉得我做的很。有时晚上我都快睡觉了，然后我把手机给充上电放一边，我躺床上，我突然想起来晚安没说，然后我会惊起一身冷汗，然后我去给大家说晚安。有时候早上起来我闹钟没听见，然后起晚了，然后可能8点上班，我7点40起了，然后我还要洗漱，还要开车去上班。这个时候我还给他说一句早安，然后还说有时候确实就是忘了，然后他就会抓住这些点也不放。还有一件事是，他就是老放我鸽子。哦。就是比如说下班的时候，其实我俩就是顺路，就是他下班的时候可以顺道接着我，然后把我送回家，其实挺顺路。但是呢，有时候他会说那个我下午下班的时候去接你，因为女生嘛，就是一听到自己男朋友要来接你了，整个人会欢呼雀跃，整个下午就是时间会掐着表1分1秒的去过，然后等到下班的时候就会一个劲儿的赶紧冲出去见到他想要，但是等到下班的时候我出去了，出去之后马路上没有人，可能是有点拥堵，然后我就想那好，那我等你一会儿吧。那10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1个小时过去了，他整个人就是一个失联的状态，打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我就自己回家了嘛。回家之后，他就跟我说啊，我下马了，他去骑马了。然后那次本来是上午，我跟他说我下午去接你，然后我们一起回家。然后其实前一天我就约好了跟马术教练要去练马术，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我把这个事给忘了。然后到了下午，教练一跟我说，你下午过来，我们约了场地来练马术。然后我就去练马术了。然后我这个人一上马之后，我就把手机静音一放安包，然后可能就忘了。下马之后我才想起来，跟说了今天要去接他。然后可能那次确实是2次，他把我一个人撂那儿去了就。哦。我觉得你去骑马，我知道你喜欢骑马这件事情，但是我也不拦着你，对吧？你最起码你不来或者你有事儿，你提前跟我说一声。然后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尊重我，就是把我忘了。我觉得马好像比我重要。哎呀，我觉得我的爱好与咱俩感情不冲突啊。但是你最起码尊重一下我，你跟我说一下，不要让我等着你好吗？我知道我也可以回家，其实我家也很近的，我就是觉得你要来接我了，我觉得挺开心的还。然后最后这件事情又有一个非常失落的结局。明白，对吧？我问您几个问题啊，想分手吗？不想。不想分手的原因是？因为我爱他。爱他什么？我就爱他这个人。爱他这个人什么呢？他的全部。那你为什么那么反感他，让你跟他说晚安说早安呢？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以后是要过日子的我觉得没有必要用一些条条框架来束缚自己。说得好。你想娶她吗？我想。打算什么时候娶？明年。这都有规划了。对。行吧，嫁不嫁呀？再问，你跟他在一起累吗？说实话。累吧？累啊！这他谈了2年就累了。累。未来一辈子好长的，不累死了？因为我觉得这段磨合期肯定要累的。磨合完这段时间之后，我觉得会好。那你希望磨合成一个什么样子呢？是向他靠拢，还是向你靠拢呢？双方都向彼此靠拢吧，这是我的理想的想法。行，其实有很多问题，也有一些很简单的解决方案。比如说不洗碗，咱买个洗碗机，这事儿也解决了。可是有人会想买个洗碗机，谁把碗放在洗碗机里呢？洗碗机用久了，谁来消毒呢？如果说在恋爱期间，连这种问题你们都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沟通，而是要靠这种争执，并且在这样的舞台上去说的话，其实我还挺替你们的情感担忧的。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可能会有更清晰的一些判断，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你们2个人是怎么认识走在一起的？我们2个人是学车认识的。也就是说，2个人可以在一起学习汽车驾驶，现在2个人在一起却开不好爱情的车了。你们是把爱情保卫战当爱情返修的4S 店了。确实就像他说的，2年了还在磨合期，可能原来他任何事情都是把你放在第一位，
但是由于这样的爱情进入常态以后，他有一些疏忽，这一点他也在反思。所以你们两个人的问题，我认为更多的是要相互适应，相互为对方去学着改变一点。如果说能够适应就在一起，还是不能忍受，那好聚好散。我就说这些吧。好，谢谢博文兄。来，莎娜老师啊。再来说，女生提到的这个仪式感，仪式感一定是自发的，不是说我逼你要有仪式感，你一定要有仪式感啊！你没有仪式感，这就不叫谈恋爱了，就证明你不爱我。我给你提一个更人工智能的，定时发送啊！我直接定点，每天8点一个早安，晚上10点一个晚安，完事儿了。仪式感是由心而发出的，对你的爱。哪怕我10天没有给你发早安，10天没有给你发晚安，但是我每天都能陪你一起坐在饭桌前，亲亲热热的吃完一顿饭，这就叫仪式感。仪式感是爱的表现表达，不是被迫去用这个仪式感来表达你爱我。所以我们不要活得那么教条，那么较真儿。如果这么较真儿的去谈这场恋爱的话，那我觉得这恋爱还不如不谈呢，对不对？好吧，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来，曲总。我认为呢，情侣的相处方式啊，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形影不离，通常呢，这就发生在热恋阶段。那如胶似漆的，就想整天都腻在一起，别说早安晚安了，我每分钟都在想你，这都是可以的。可能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这个阶段，但是势必随着感情的稳定，它已经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叫亲密有间。在这个阶段里头，基于感情已经比较稳定了，可能某一方就会想，我想多留一点时间啊，给我自己，我做一点我自己认为感兴趣的事情。但可是另一方就会感觉到被冷落，而这会儿呢就会出现很多的矛盾，就依赖和反依赖。而在当感情再发展的时候呢，进入第3阶段，就独立共存。这是真正上的是质的变化，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不再互相牵绊了，而是相互成长，甚至于当某一方因为什么原因不再存在了，但是那一方还能独立的支撑这整个家庭的幸福，叫独立共存。而通常情侣发生问题最大就在于第2阶段，而第2阶段呢产生的问题点呢，因为是这样，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说进入到了第2阶段。现在状态就是男生已经觉得我们可以2年了，我们已经可以进入到稳定的这个阶段了，我认为已经稳定了，我可以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了。但是女生呢，好像还在处于第1阶段。她居然现在2年了还在有说，如果我的男朋友说下班来接我，我整个下午每一分钟我都是高兴的，我都是期待的。而这会儿呢，你们就步调不一致了，因为他比你先进入第2阶段，你还没有。所以女生要注意的是，你势必要走入到第2阶段的，势必。但是你的男朋友只是比你先走入了那个阶段，基于他不是不爱你，而是基于他觉得稳定了，你也会这样的。所以你要在这点你要体谅他。而男生呢，你要关注到女生的这个点，你要等一等她，你要多在意她这种冷落感，这样2个人的步调才能一致，这样感情才没有问题。所以说，彼此过渡好第2阶段，才能有第3阶段的幸福。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你有没有发现你很矛盾？一方面你要去提一些所谓的仪式感的要求。另外一方面，你又希望这种仪式感不要给对方形成负担。对，不要给对方形成负担。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是，你不想自己惹他讨厌。女人对男人要不要有要求？要有，因为有些男人就是需要被管理的。如果一个女人对男人没有要求的话，一再的妥协，到了最后，男人就会觉得理所当然，理所当然的忽视你。但是要求分为2种层面。第一，不提不尊重人的要求。如果你一旦要是提多了这种不尊重别人的这种要求，其实你是自取其辱，因为你没有资格提这样的要求。每个人都要尊重对方。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有些女生对男生提一些男生达不到的要求，和你没有资格提的要求，以及连他妈
都不应该提出来的要求。你以为你在耀武扬威，在体现他爱你吗？不是，你在自取其辱。因为对方既然达不到，结果就要打你的脸。第二，应该提出合理的要求，比如说要他洗碗，比如说他要守时，比如说他答应了我的事情，他就要去做。这种合理的要求一定要有，而且绝不能退让。但是也要记住一点，合理的要求提了1次2次，对方还做不到，就不要再说了。响鼓不用重锤。一个人只有自己在沉默的时候，沉默面对一个反反复复改变不了的错误，这样去对待对方的时候，对方才能够感觉到真正的仪式感。而对于男生来说也是一样的，对于那些不尊重你的要求，你做不到你就明说，你说我做不到，我认为这种要求很不合理，而不要一昧的去忍。第二，你要分得清好歹，那些要求是对你好的，是帮助你们促进彼此感情的，咱就得听，别分不清好赖，明不明白？你们往往就容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有些女生吧，每天骄昂跋扈，以提要求来彰显自己的存在感，而这些要求本身是不尊重对方的，而对方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忍到最后，女人被打脸，男人也忍烦了，最后就一拍两散，而且还不能好聚好散。所以最后就是一句话：女人要提要求，提合理的要求，做不到不说。对于男生来说，一定要合理的分清楚哪些要求是对你好的，哪些要求是不尊重你的，择其善者而从之。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坦诚一点，女生也坦诚一点。我就喜欢打游戏，但是我会跟你说，我喜欢打游戏，我希望有我自己打游戏的时间。女生就说，你可以打游戏啊，但是我希望在什么时候你不能打，那不就约定了吗？这有什么？就打游戏不就跟看书一样吗？我喜欢阅读，我希望我看书的时候不要打扰我，每周给我一些独立的空间。你们把这说好，就没那么多事儿。你们俩现在事儿太多了，需要什么，想要什么，恋人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希望下面的60秒是你们坦诚的说心里话的时间。我都在尽可能的满足你，我也需要你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改变。刚才你说的那些错误，我也都在一点一点的改正。我做不到一下子就是变成你想要的，但是我觉得我会慢慢的成为你心目中那个优秀的人。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希望我在我真正忙的时候，你能给我一些帮助。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官们，我希望今天老师们给他们的建议，他们能够真心的去吸取，真的去做一些反思。来吧，看他们的选择。来，有请我们的小花图，有请。快来！谢谢你们啊，这个特别好，你知道吧？这个送给他们俩真是太好了。谢谢两位。
万别将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